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小姐，到地方了。丁曼曼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朝着窗外看了一眼，认的是自己家小区。她随手从包里翻出一张票子，递给司机。她虽然醉了，但也没忘记司机找钱。等了半天，见司机没有动静，她抬头拍了拍他：“大哥，你还没找我钱呢。”司机脸一黑，以为他喝醉了，不记得了。他无奈地从口袋里掏出零钱递给他。丁曼曼接过钱后，随手放在兜里，便推门下了车。踉跄下，险些坐在地上，幸好手扶住车门。他刚站直身体，出租车嗖的一下从他面前开走。丁曼曼嘴里骂道：“着什么急？赶紧去投胎呀！”勉强地朝前走了几步，冷风吹过来，顿时让他摇晃了下。他索性坐在地上，双眼发直地看着某个点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如小鸡啄米似的，头垂下，一晃一晃的。这时，从远处走来一个人，见到丁曼曼喝醉的样子，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：“姑娘，姑娘，醒醒！”她抬起头，迷蒙的双眼望着眼前的人：“赶快回家吧。”保安大叔叔好心地提醒道：“家？我的家在哪？”他打了个酒嗝，问道。保安大叔叔叹了口气，弯腰将他扶起来：“姑娘，来，我送你回家。”嘿嘿，丁曼曼咧开嘴角傻笑。不要离开我！醉得晕头转向的他，迷迷糊糊地叫着心中的那个人，而身边坐着的男人猛地一震。丁曼曼，男人脸色一沉，深邃的双眸更是深不见底。床上的女人睁开眼睛，迷蒙的双眼充满错愕，一脸无措地摇晃着头：“徐亲，你回来啦？”“不对，你不是徐亲，你怎么会是徐亲呢？他不可能回来，不可能回来！”他忽然一笑：“怎么不能回来？”低沉的声音在头顶上方响起：“我就知道他不能回来。”他低喃道。喝多少酒？男人伸手将他耳际的发丝别于耳后。嘻嘻，不多，一瓶白的。他朝着他傻笑，用手指比划着。忽然，丁曼曼从床上坐起来，一手怀抱住他的腰，另一手紧紧抓着他的衣领：“帅哥，你跑不掉了，我今天要睡了你。”他一字一句地说道。“丁曼曼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”男人咬着牙蹦出来一句话。他笑嘻嘻地贴在他怀里，抬起手捧住他的脸，啃了上去。男人眉头一皱，一双半眯的眼睛凝视着身上作乱的女人，随后一手环上她的腰，迅捷的一把将她压在身下。许久之后，丁曼曼终于累了，沉沉地睡下，而身边的男人躺在她的身边，用着深情的眼神看着她。翌日，阳光透着纱帘照射进来，丁曼曼咕哝一句，翻了个身，结果全身就像散了架子似的。她不情愿地睁开双眼，用手揉着额头，随后再次翻身。忽然眼睛瞟到一旁的人，他心下猛地一紧。昨天他陪客户喝酒，难道他与他滚床单了？妈呀，天要亡他呀！她可是已婚妇女，老公还是一名军人。就在他欲哭无泪时，身边的人发出声音：“醒了。”他猛地看过去，正对上一双锐利的眸子。他拟了半天，硬是没说出一句完整话。徐亲起身，拿过一旁的睡衣换上，
然后走进洗手间。丁曼曼愣愣地看着他，直到浴室里传来流水声，他意识渐渐回笼。他看向四周，这不就是他的家吗？是他和徐钦的婚房。两人结婚后，徐钦就回部队去了，他一个人独自住在这里。丁曼曼掀开被子，准备下床，忽然扫到床下凌乱的衣服时，他扶了扶额头。就在这时，徐钦裹着浴巾从里面出来，见此，丁曼曼忙将床上的被子裹在身上，站在床边。好巧不巧，床上的那抹印记落入两人的视线内，丁曼曼小脸迅速爆红，她将自己整个身体铺在床上，挡住那抹印记。徐钦微微皱眉，薄唇轻启，昨天晚上你把我睡了。啊，丁曼曼石化了。不信。徐钦稍稍拉开衣领，脖子上的吻痕清晰可见。丁曼曼愣住了，他敲了下脑子，为什么他都不记得了？难道是他喝断片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丁曼曼说道。这是我家。说话的同时，徐钦打开衣柜门，拿出衣服。你什么时候走？丁曼曼如同死尸一般趴在那里一动不动，眼睛随处地瞟着，就是不敢看换衣服的徐钦。徐钦闻言，正在系扣子的手微微顿了一下，轻抿着唇，一会儿就走。哦，你不上班？丁曼曼抬头愣了下。徐钦穿着一身军装，肩上印着1岁1星，少将军衔。男人体魄健壮，充满了阳刚之气，高挺的鼻梁总是那么吸引人，有一瞬间让他失神。我这就起。丁曼曼在他的注视下从床上起来，他拿起枕头将那抹印记盖住，随后裹着被子走进浴室。不多时，他从浴室里走了出来，发现徐钦已经不在卧室了。他迅速地换好衣服，推门出去。阳台前传来徐钦的声音：我知道了，马上到。说完便挂断电话。你怎么还不走？见他转过身，丁曼曼朝着他笑笑，忙问道：我没开车，你送我？啊，好。他拿过包包，走到鞋柜前，换好鞋子，推开门，先行走出去。丁曼曼开着车，寂寞的空间内莫名的有些压迫感。徐钦坐在旁边，让他有些紧张，就连身后的人按喇叭，他都没听见。绿灯了。低沉磁性的声音在车内响起。哦，他忙踩下油门，车子瞬间冲了出去。丁曼曼感觉有些沉闷，将他身旁的车窗打开，又将胳膊肘撑在车窗边，头已着手，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半年前，他被父亲丁如山逼迫相亲，丁曼曼知道都是他那个外面的女人挑唆的，相亲的对象还是那个女人的侄子。他当时就拒绝了。丁如山一脸铁青，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2天之后是丁如山的生日，丁曼曼虽然不情愿，他还是回了老宅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在国外生活，老宅里的许多人他不太认识，多数都是他的长辈。见丁曼曼回来，丁如山满脸的笑容，拉着他的手将他介绍给生意场上的朋友认识。他机械地跟在父亲身边，直到那个叫乔娜的女人出现。丁如山放开他的手，去热情地迎接他。丁曼曼很小的时候，他的母亲就去世了，他爸爸经常忙生意，只有保姆陪着他。他经常从保姆的口中听说，后妈对孩子不好，不是打就是骂，尤其是他们这种家庭，
只要他爸爸将新妈妈娶进门，用不了多久，就会有小弟弟或小妹妹，她不再是爸爸眼里的小公主。丁曼曼讨厌那些黏着爸爸身边的阿姨，只要是丁如山带女人回家，她都会恶作剧，时间长了，丁如山也不会带女人回来。那时候他也不会知道他的爸爸有好多的住处。在他13岁的那年，他被丁如山送去国外学习，之后丁如山身边就出现了乔娜那个女人。直到他大学毕业后回国，从保姆的口中得知乔娜那个人，所以丁曼曼特别讨厌他。曼曼，这是你乔姨。丁如山揽着乔娜的腰走了过来。丁曼曼心里有些厌恶，但碍于有丁家的长辈在场，今天又是父亲的生日，他只好将心里的不爽咽下，朝着他笑笑。乔姨2个字没有叫出口。曼曼呢，都长这么大了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她还是个几岁的孩童。乔娜满脸的笑容说道。丁曼曼皱了下眉，她言外之音就是说她与她的父亲在一起多年了。这时，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，一身西装，打扮得光鲜亮丽。姑父，祝您生日快乐。嘉诚，乔娜转过头说道。丁如山看过去，嘉诚来了。丁曼曼站在原地，看着几个人寒暄，他如同一个外人一样，内心感到一阵失落。突然间，他开口打断了3个人谈话：“爸，你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大侄子？”乔娜脸色白了白，丁如山顿住，那个男人饶有兴味地看着他。丁曼曼不等父亲给他的答案，转身朝着外面走去。他走出别墅，来到花园内。小的时候，他最喜欢在这里玩耍，手搭在秋千上，一幕幕的回忆在脑海中浮现。曼曼妹妹，一个男人声拉回了他的思绪。他转过身，发现那个叫父亲姑父的男人站在他身后。我们认识，我叫乔嘉诚，乔娜是我姑姑。闻言，丁曼曼想起这个男人就是他的相亲对象，他冷冷说道：“你是谁？管我什么事？”话落，他侧过身子就要离开。曼曼，乔嘉诚抓住他的胳膊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丁曼曼甩开他：“嫁给我。”丁曼曼愣了下，给了他一个白眼，抬脚朝着另一端走去。曼曼，你父亲已经答应我姑姑，将你嫁给我，你只能是我媳妇。身后传来乔嘉诚的声音。丁曼曼很生气走掉。没过几天，接到丁如山的电话，告诉他与乔嘉诚的婚期已经定了，他要是不答应，就会被逐出公司。被逼无奈的他，只好点头答应。婚礼当天，丁曼曼穿着婚纱坐在化妆间里，独自一个人伤神。忽然，门被人推开，走进来一个人。他转过头，看到来人时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恭喜！徐钦薄唇动了下，溢出2个字：“你怎么会来？”丁曼曼满脸惊讶。丁叔告诉我，你要结婚。他回答得干净利落。我不想结婚。他垂着头，一张小脸快要皱成一团了。告诉丁叔，说你不想结婚。他直截了当地说道。丁曼曼在内心里翻了个小白，是不是当兵当傻了？如果你丁叔不同意，他能结婚吗？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乔娜的声音：“曼曼，准备好了吗？吉时要到了。”话落后，他的人影就出现在门口。当看到里面的一幕时，整个人愣在原地。他身后跟着丁如山，怎么不进去？说完后，朝着里面望去，
一时间也正在那里。只见丁曼曼搂着徐钦的脖子，吻着他的唇。你们，丁如山脸色巨变。丁曼曼放开手，转过头看向丁如山，爸，亲哥哥，他是我男人。乔娜满脸怒气瞪了一眼丁如山，看你养的好女儿。说完后转身离开。徐钦，怎么回事？丁曼曼紧紧地抓住他的胳膊，小脸紧张地望着他。在徐钦的眼里，他看到片刻的震惊，之后他眉毛微微蹙起，另一只手握住他的小手，似乎要将他的手从他的胳膊上拿开。感受到他意图后，他恳求望着他，亲哥哥。良久后，他耳边响起徐钦的话，是。他正愣住。好，很好。丁如山满脸的怒气。宾客都已经来了，坐在外面等着参加这场婚礼。为了面子，丁如山最终不得不妥协，将丁曼曼亲手交到徐钦的手里。两人举行完婚礼后，丁曼曼拿着自己的行李箱，跟着徐钦去了他的住处。徐钦将主卧让给他，他睡在了次卧。第二天，徐钦回了部队。从那天起，丁曼曼就住在他的家里。接下来几个月，徐钦偶尔回来一趟，丁曼曼也暗示过，可他就像一个木头一样，毫无回应。一天，他在打扫卫生时，无意间在书房里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照片。那个女人搂着徐钦脖子，一脸的笑意，她眼神温柔地看着那个女人。丁曼曼呆愣住，她从来没有见过徐钦有过这样的眼神，照片上的女人一定是她最爱的人。她的心狠狠揪了下，但更多的是疼痛。没有人知道，她从小就爱恋徐钦。原来，徐钦之所以不碰她，是为了那个女人守身，他内心泛起一阵心酸。突然间，身边的男人轻身过来，猛打方向盘，怒吼出声，踩刹车。啊！丁曼曼惊叫出来，脚下猛然地踩下刹车。他还没有从刚刚震惊中回过神，却听到徐钦冷冷声音：“你平时就这样开车的？”他转过头，看到一张盛怒的脸，他垂下头，不敢吭声。下车。丁曼曼乖乖下车，并绕到车的另一边坐入。徐钦沉着脸，将车开上道。刚刚他差一点追尾前车，幸好徐钦抢过他的方向盘，打了方向，要不然两人现在都得躺进医院。到了丁氏集团楼下，徐钦将车子停下，丁曼曼偷偷瞟了眼他，他始终沉着一张脸。犹豫了好久，他也没想好怎么说，刚想推门下车，徐钦却开口了，在想什么呢？他开车门的动作随即僵住。晚上我来接你。丁曼曼转头望向他，你不是要回部队吗？我调到军区这边了，以后每天都会回家。他如实说道。丁曼曼一整天都不在状态，办公桌上的文件他一点也没看进去，满脑子都是徐钦。他以为两人用不了多久就会分道扬镳，没想到这一次徐钦回来，竟然被醉酒的他给强了。一想到这，丁曼曼一脸汗颜。下午4点左右，秘书从外面走进来，丁总，楼下有一位叫徐钦的人，让您下去。谁？丁曼曼微微一愣，抬起头看向秘书。丁总，前台小姐说她是开着您的车，想必你们很熟悉。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吧。秘书出去后，他立刻起身，抓起包包往外走去。
下楼，他在大堂扫了一眼，没有看到徐钦本人，小跑到门口，一眼便看到停在正门口不远处的车。车窗半开，徐钦正好侧过头，两人四目相对，他小脸悠然一红，紧张到不行。他快步走到车前，伸手将车门拽开，坐了进去。你怎么这个点就过来了？车子发动时，丁曼曼问道。带你去一个地方。哦。丁曼曼转过头，看向车窗外，而他想不到的是，他居然将车开到了民政局。你怎么开来这了？丁曼曼看了一眼外面，转过头问道。登记。他将车熄火，推开门下车。丁曼曼愣了下，貌似两人只是举行婚礼，没有登记哦。不过他不是有心上人吗？就在他胡思乱想时，身边的车门被拽开，他差一点倒出去。下车。丁曼曼走下车，随后一只大手握住了他的小手，丁曼曼浑身一颤。他抬眸，眼神中带着不解地看着身边的人。怎么了？徐钦边走边问。你怎么突然带我来登记了？徐钦看过去，唇角淡淡一勾，今天刚申请下来。什么？他不太明白他说的话。军人结婚需要提前打申请。哦，对于每天重复签名的丁曼曼来说，这一次他非常认真，他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，然后和徐钦交换协议，看着他在他边上写下自己的名字，他的内心无比的激动与喜悦。字迹很漂亮。忽然间听到身边的男人的声音，丁曼曼抬头愣了下，然后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。当然，我每天都会重复的签名。确实认真练过了，比小时候。一听到他提到小时候，他立刻放下笔，捂住他的嘴。徐钦却一本正经地望着他，望了良久，然后丁曼曼感觉到手上传来湿热。他大脑死寂片刻，反应过来后，忙将手拿下。他竟然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耍流氓。就在这时，工作人员将红本本递给他们，恭喜。丁曼曼垂下头，小脸微微泛红，小声说道：谢谢。之后，他拿起包包走了出去。出了民政局后，两人直接回了家。为了表现一下贤妻良母，他主动提出下厨，徐钦倒没说什么，只问他需要帮忙不。他摇了摇头。不管他心里有谁，但此刻他是她的丈夫，她是他的妻子，这样就已经足够了。他不再多想，转身进入厨房，动作利落地拿锅淘米，之后从冰箱里拿出菜，清洗。很快，他做出2菜1汤，将饭菜端入桌子上，然后敲开书房的门：亲哥哥，吃饭了。徐钦正看着电脑，听到他的声音，一怔，然后淡漠如常地回道：就来。两人面对面坐着，认真地吃饭。丁曼曼知道徐钦的习惯，他吃饭时从来不会说话，整个饭桌上有一种沉默的气氛。吃过饭后，丁曼曼进入厨房收拾碗筷。等他出来时，看到徐钦坐在沙发上，盯着某个点发呆。丁曼曼犹豫了下：亲哥哥。徐钦回过头，深邃的眼睛看着他。他也不知道说什么。长大后的两人没有再见过面，两个人之间的气氛有些怪异。看着他踌躇的样子，徐钦倒是先开口了：忙完了？哦，他的小手不自觉地揪着衣角。陪我出去走走吧。好。小区不远处的公园，他
他挨着他走着，夜间的温度很低，他打了个冷战。冷，还好。徐亲望了他一眼，然后将他的小手抓住，一起放在他的裤袋里，两个紧紧依偎在一起。丁曼曼的心瞬间跳得飞快，他靠在他的肩头，随着他的脚步慢慢地走着。他只希望两人一直的这样走着，走一辈子。翌日，丁曼曼醒来，身边已经没有人了。他伸了个懒腰，下床洗漱。吃过饭后，他下楼，来到地下停车场时，有一位年轻的小伙子站在车旁，看到他走了过来，忙上前问好：“丁总，您好，你是谁？”丁曼曼一脸戒备地看着他，憨憨的声音响起：“丁总，我叫赵毅，曾经是徐少将的兵，现在已经退伍了。”徐亲的兵。紧接着又听到小伙子的声音：“徐少将让我来给您当司机。”丁曼曼脑里轰的一声响，愣在原地。赵毅看着呆愣的他，以为对他的手法质疑，忙说道：“丁总，我拿到驾照好多年了，在部队里我是驾驶员，开过，就你了。”啊，好。赵毅正说着，就听到丁曼曼的声音，怔了下，马上做了个立正姿势。丁曼曼被他的动作弄笑了：“不用那么严肃，我这里不是部队。丁总，徐少将说过，不管在任何时候，一定记住自己是一个兵，做事要有原则。你不是退伍了吗？那也不能丢军人的脸。”丁曼曼嘴角一抽，不愧是徐亲的兵，和他一样比较固执。他将车钥匙递给他，然后拉开车门坐入。接下来的日，丁曼曼过得很开心，偶尔也会和徐亲开些玩笑。这天，他刚从公司出来，看到赵毅站在车旁，他走近，他将车门打开，他弯腰坐入，忽然发现一旁坐着一个人，怔了下，然后开口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徐亲穿着一身笔挺干净的军装，他锐利的眼神扫向他，他垂下头，莫名的心跳加速，然后如坐针毡。赵毅将门关上后，没有上车，寂静的空间里只听见两人的呼吸声。良久后，丁曼曼开口：“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回家吧。”说这话的同时，他小手伸向他的胳膊，小幅度地摇晃着，眼睛又忍不住地偷偷瞄了一眼，好巧不巧的正对上某少将如鹰般的双眸。他一惊，急急收回自己的目光。“曼曼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”“没有。”他很小的声音回答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但是让丁曼曼打了个冷战。他抿了抿嘴。徐亲双眸微微一眯，今日的娱乐头条很好看。丁曼曼一脸惨白，忙说道：“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“哪样？”咕咕咕，声音从某女的肚子传来。丁曼曼一窘，恨不得将自己找个地洞钻进去。“上来。”徐亲打开车窗，对着外面赵毅说道：“是，少将。”车子启动，丁曼曼垂着眼。半个小时后，车子停在了一家私房菜馆。徐亲下车，丁曼曼顿了下，紧随其后。服务员立刻迎了上来，将他们带到包厢。落座后，徐亲连菜单都没看，随意地点了几个菜，便吩咐上来。“你来过？”丁曼曼喝着服务员倒的茶水问道。之后一阵的沉默，不久，服务员将菜陆续的上来，两人开吃。每一道菜，徐亲都会把最好吃的夹给丁曼曼，因为刚刚的事情，他吃得漫不经心，
直到徐钦放下筷子，他面前的碗里还堆得很高。他诺诺地说道：“我吃饱了。”徐钦看向他，下巴示意他把碗里菜吃了。可是我吃不下了。他凝视着他，气氛瞬间有些尴尬。他撅着小嘴，拿起筷子有一搭没一搭地吃着，直到感觉小肚子鼓鼓的，他才放下筷子。而碗里的饭菜已经光了，盘子的菜竟然也下去了很多，原来他还是能吃下去的。他偷偷地瞟了一眼徐钦，他没说什么，叫来服务员结账。回到家后，丁曼曼奔进卧室，拿起睡衣冲进浴室。他现在还没想好怎么和徐钦说那件事。这周徐钦出差，家里只有他一个人。在昨天下班时，丁如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回家吃饭。他没有多想，就回了老宅。没想到乔娜和乔嘉诚也在。他虽然不开心，但还是陪着父亲把饭吃完了。出来前，他的车子抛锚了，乔嘉诚提出主动送他回家。他现在已经是徐钦妻子，想他乔嘉诚也不敢对他怎么样。谁知上了车后，他系安全带时，安全带说什么也拉不上来。这时乔嘉诚轻身过来，将安全带拉了出来，替他扣好。这一幕却被狗仔队发现。今天各大网络上爆出丁氏集团的丁总疑似出轨，下面配了不少照片，将他拍得很清楚，而乔嘉诚却拍得很模糊。秘书告诉他时，他急忙让公关去处理。他想这些花边新闻也就发酵几天，再说徐钦也不会看这种八卦新闻。丁曼曼在浴室里磨蹭了好半天才出来。卧室里，徐钦躺在床上，正看着军事书籍。看到他出来后，眼睛微微眯了眯，想好怎么说了。说什么？他装傻充愣。徐钦似笑非笑地看着他，朝着他招了招手。丁曼曼顿了下，朝着他走过去。只见他将书放到一旁，伸手将他拽了过去，然后翻身将他压到身下。曼曼，什么时候你开始和我装傻了？他的声音低沉带着磁性，目光锁定那张害羞的小脸上。哪有？他手抵在他的胸口，小声地说道。下一秒，他就感觉到耳垂一热，他的心口轻颤。亲哥哥，曼曼，你作为丁氏的总经理，偶尔上一上财经新闻倒没什么，而你偏要上娱乐新闻。亲哥哥，误会，是安全带不好使了，乔嘉诚帮我系上的，就让狗仔队拍了去了。那些人当然不会放过这次机会了。你为什么要上他的车？徐钦亲吻着他的脖颈，问道。我的车抛锚了。他转过头，躲着他的侵略。回家吃一顿饭就抛锚了。徐钦随意地说道，伸手将他的头发捋了捋。丁曼曼一顿，推着他即将吻下来的头，瞪着大眼睛。亲哥哥，你是说是乔嘉诚故意让狗仔队拍到的？徐钦笑笑，拿开他的手，吻了下去。这一夜，丁曼曼前所未有的疲惫。他求他放过他，他却好像发了疯一样，让他无处可逃。第二天，丁曼曼气冲冲地去了乔嘉诚的公司。乔嘉诚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什么？他一脸茫然地看着他。被狗仔队拍到的那天，他直截了当地说道。曼曼妹妹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丁曼曼看着乔嘉诚那张欠扁的脸，恨不得伸手揍他一顿。乔嘉诚，走着瞧。说完后，他朝着门外走去。曼曼妹妹，
留下一起吃个饭啊。砰！回答他的是关门的响声。乔家成皱了下眉，阴沉地笑了笑。丁曼曼，你是我的。晚上，丁曼曼陪着客户在酒吧里喝酒，两人喝着兴奋时候，有一个人迎面扑了过来。曼曼妹妹，你也在呀？丁曼曼转过头，看到来人并不是别人，而是乔家成。他皱了下眉，没有理他，和他一起喝酒的客户看了一眼。丁总，今天就到这吧。杨小姐，我让人送你回去吧。丁曼曼客气道。不用，我老公一会儿就过来。他朝着丁曼曼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丁曼曼之后站起身，准备离开，可就在这时，乔家成扑了过来，差一点亲到他的脸上。他不知哪来的力气，直接抬腿踢到了他的下身，紧接着传来一声哀嚎声，乔家成摇晃了一下，重心不稳，倒在地上。远处传来几个男人的声音：成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看到几个男人要过来，丁曼曼脸色变了变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被一个人抓住，他一转头，看着杀马特头型的女人，拽着她，大叫道：快跑！啊，快，将那个臭女人给我抓回来！乔家成此时的酒也醒了大半。丁曼曼跟着女人七拐八拐地跑进了一个死胡同，他焦急地道：怎么办？远处传来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。只见女人将一旁的垃圾桶盖掀开，将她推了进去，随后她也跳了进来，将盖盖上。垃圾的味道让丁曼曼差一点吐出来，女人捂住她的嘴，做了个嘘的动作。丁曼曼点了点头，女人放开她，然后她拿出手机点了几下，小声地说道：没事，一会儿我堂哥就来，别怕。十几分钟后，垃圾箱盖子被人打开，丁曼曼吓得闭上了双眼。接下来听到憨憨的声音：丁总。他睁开眼睛，看到赵毅站在那里。女人见状，直接从里面跳了出来，伸手又拽了他一下。丁曼曼反应过来，跳了出来。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还没等到赵毅回答，却传来一声低沉的声音：徐小阳，你往哪里跑？丁曼曼看过去，愣在原地，而来人看到他后，紧紧蹙眉。半个小时后，丁曼曼和叫着徐小阳的女人一起回到了他和徐亲的家，去洗澡，把身上的衣服换了。徐亲冷淡地说道。两个女人去了浴室，当杀马特造型的女人将自己洗干净后，那一张秀丽的小脸露出本来的模样，让丁曼曼惊在原地。你是徐亲的堂妹？是啊，嫂子。原来是他搞错了，和徐亲一起拍照的女人是他的妹妹。紧接着，徐小阳又说道：以前我经常住在这里的，自从你嫁过来，我堂哥就不让我过来，他说我会打扰嫂子的生活。他控诉着徐亲罪行。嫂子啊，我偷偷告诉你啊，我堂哥很闷骚，喜欢你那么多年都不敢向你表白。啊！丁曼曼望着他，对于他的话不可置注。真的，他说过，以他的身份配不上你，所以他即使喜欢，也在心里偷偷的喜欢。两人从浴室里出来后，已经12点了。徐亲命令徐小阳去睡觉。得令。他吐了吐舌头，跑进了次卧。徐亲回房时，丁曼曼已经躺在了床上，眼睛一直盯着他。亲哥哥，你喜欢我？闻言，徐亲掀开被子，上床后将他揽在怀里。那你不早和我说，
我一直以为我在单相思呢。曼曼，徐亲沉声叫着他，认真地说道：曼曼，我只想通过自己努力，让自己能配上你。丁曼曼给了他一个大白眼，亲哥哥，我不是豪门千金，我只是一个打工者。曼曼，你是丁叔的女儿，你不用说了，丁氏是我爸爸妈妈一起创造的，那不是我的，我只是以打工者的身份工作。如果你要是因为我这个身份的问题，那我辞职不干了。他佯装生气地说。徐亲语塞。要不然我们离婚，他试探地说道。徐亲拧了拧眉，曼曼，不需胡说。丁曼曼悄悄瞟了他一眼，见他脸上有一种懊恼的表情，他故意地动了动脚，在他的腿上勾了勾。下一秒，身边的男人一僵，紧接着那双黑眸落入他的眼中，再然后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翌日，饭桌上，徐小阳一边吃饭一边说道：哥，你没看到那个男人的嚣张样子，我都恨不得打他2拳。吃饭，徐亲瞟了他一眼。徐小阳撇了撇嘴。下午，丁曼曼接到父亲的电话，让他回一趟老宅。他撂下电话后，拨通了徐亲的电话，那边顿了下，只告诉他晚上陪他一起去。知道徐亲喜欢自己后，丁曼曼就像找到了一个大靠山，不管什么事都要向他报备。丁家老宅，丁曼曼刚走进来，丁如山就一顿劈头盖脸的怒吼道：丁曼曼，我将你养大，栽培你，就是让你打架的。还没等丁曼曼回答，徐亲从他身后走了上来。爸！突如其来的声音让丁如山愣了下，随后脸上的怒气消了一大半。小亲啊！徐亲拉着丁曼曼的手坐在他的对面，将手里拿着的文件袋放在茶几上。爸，你先看一下。丁如山看了一眼徐亲，然后打开文件袋，里面有几张纸，还有一沓相片。他一张张看过去，脸色越来越黑。哼，好你个乔娜，竟敢欺骗我！他将手里的东西砸在茶几上。爸，曼曼这些年她受了不少委屈。丁曼曼没想到徐亲竟然知道她在国外的一切事情，而丁如山感到内疚，为了自己的私欲，竟然让女儿受了那么大的委屈。曼曼，爸爸错了。听到丁如山的话后，丁曼曼内心也不是滋味，她狠不下心来，毕竟是自己的父亲。乔嘉诚是乔奈的亲生儿子，他为了能给儿子好的生活，委身于丁如山身边。这些年来，他从丁如山这里拿走了大量的金钱，为自己的儿子铺路。现在又把注意打到丁曼曼头上，只不过是想名正言顺地继承丁家的产业。1个月后，乔嘉诚的公司被人收购，乔娜以诈骗罪送入监狱。3年后，丁如山将公司全权交给丁曼曼负责，他闲下来的时间，带着小外孙游玩。某少将除了正常的工作外，还得帮媳妇管理公司辣手的事，而某女却悠哉悠哉地当他的丁总。全剧中，